是爱，还是你只是一个有用的工具？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，但我们都应该知道如何看待这个事实。承认吧，我们有时都不完美，有时候我们会被爱情蒙蔽双眼。你是唯一一个付出时间和情感的人吗？还是你现在这么想只是因为你不开心？你是不是对他们要求太多了？或者他们真的在忽视你？为了帮助大家解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人是在爱情小屋里还是在工具箱里。一、不感兴趣。说什么呢？我没在听。和他们说话是不是感觉像对着一堵墙说话？也许你说你饿了，然后只听到呵呵，就没别的了。所以你最后一个人吃饭，如果你觉得他们对你一无所知，甚至没有兴趣了解你，尤其是如果他们可以被一个物体取代，比如一个花盆，见或说一句啊哈，那绝对不是爱。如果你的伴侣突然不再关心日常琐事，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感兴趣，值得仔细观察。问问你自己，你是被爱着的，还是一个被标记为伴侣的符号呢？二、当人们期待太高，期待就成了传说。莎士比亚甚至说，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。当然，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期望是必要的，比如做基本的家务，或者能够冷静地讨论问题，这很好。预警信号是，有时候这些期望变得不可思议的难以实现，而且永远做不好，还会让你的伴侣感到不满时，这会让人觉得他们期待你成为某种巫师，能够神奇地实现他们能想到的任何幻想。这表明他们对别人的现实和自己在恋情中角色的理解存在扭曲。你是人，不是虚构的角色。三、界限。他们根本不在乎任何界限，你爱的人有没有越过界？还是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越过界了？也许你会放过他们一两次，而他们却把这一笑置之，说嘿，试试这个，很有趣的，或者说别那么伤心，那只是个玩笑。回想起来，你会发现你已经告诉他们好几次了，真的，我试过了，我不喜欢这样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然而他们仍然耸耸肩，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前进。他们认为他们的欲望值得你降低底线，沉默会被视为同意，所以必须大声说出来。如果发生冲突后，人们的反应仍然是拜托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或者你根本不在乎我，那就没把你当人，而当你是工具。四、这种关系感觉是单方面的，不平衡的。亨利·伯伊尔说，人生中最重要的旅程，可能就是中途与人相遇。所有关系都有自己的动态，给予和接受可能不是5-5分，事实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，虽然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清晰，此消彼长的来回变化。然而关系的核心是双方都有相互给予和索取，所以如果动态上感觉只有一个人在做所有事，而其他人坐在后面，只是对交给他们的事情做出反应，那这不是恋人关系，是主仆。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感情，但对未来不感兴趣，甚至在谈到未来时感到恼火，那同时也要注意不平衡和目标了。五、每个人每件事都是欠他们的，人不会不劳而获。然而有人似乎正是这么想的，你听到他们吹嘘自己拥有的特权、认可和奖励，但你知道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赢得这些。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他们很可能也相信这就是恋情的运作方式，只是为了和他们在一起时有面子，他们希望你爱他们，做他们想让你做的任何事情，而他们却没有动一根手指来回报你的爱。六、恋情意味着成长、进化和成熟。你们可能会设定一条界限，一种节奏，但你们总是在一起的时候找到新的希望和快乐。如果你们的恋情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，或者还不成熟，那就开始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在一起生活了10多年之后，你也一直在试图和别人讨论结婚的问题。如果你在11周年纪念日收到了一个小小的承诺戒指，那么是时候认真地坐下来谈谈了。如果你没有成长和成熟，你发现只是他们的坏习惯影响了你，而你什么也没学到，那他们可能只能让你停滞不前，所以他们也有借口不成长。七、穿雷区都比跟他们交谈更容易。你能和自己的伴侣聊点什么吗？或者你的评论更可能意味着
他们变得敏感，并对你采取激烈的态度。如果你对这段恋情感到沮丧，他们对你的感受置之不理，甚至可能声称你在某种程度上有缺陷，或者你过于敏感。而他们真正想说的是，我不想为任何事情负责。他们把你当作他们所有不良行为的替罪羊，导致他们在走向成熟方面一直缺乏努力。最后一点，8，他们在人前人后表现不一样，这让人很痛苦，因为你的朋友和家人认为这个人很好，对你很好，因为在他们面前，这个人对你来说很完美。你的家人和朋友只是无法想象，一旦你家的门关上，你的好伴侣就会揭开真面目，露出下面那个居高临下、不屑一顾、过分挑剔的小恶魔。你在公共场合被当作道具，这种判若两人的伴侣会利用你来提升他们的公众形象，从而增强他们的自尊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被利用了，花点时间分析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值得的？这可能是由于短暂的时刻或糟糕的一天，但它也可能是让你照顾好自己、留意重复行为的一个迹象。如果你真的得出结论，你被利用了，也许可以和你的伴侣谈谈，并注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是误会吗？他们后悔了吗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？恋情是一支非常复杂的舞蹈，但请记住，它是永远存在于两个人之间的，而不是一个人与一个工具之间的。这些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事或什么人？你能认出哪些点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